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库车是翻越天山后进入南疆的第一站，古称龟兹。历史上，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都设在龟兹。这里曾经是西域军政、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季羡林先生说过，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处。这一集我们将游览库车老城，感受岁月变迁。库车分为新城和老城，我们打车离开现代建筑林立的新城，前往库车老城。库车的出租车，车内非常干净，座套洁白的和天山雪一样。就那个车跟前就旁边。好的，行，谢谢您。你洗脚片的，那前面走一点。前面走一点，200米。好的。这家烤包子店就在库车河东边的小巷里面。谢谢，拍的真好哎，真的拍的真好哈！你妹妹跟我们一块照个相，让哥哥来哥哥跟我们拍一张，来宝贝过来。烤包子，维吾尔语叫沙姆萨，是维吾尔族人民最喜爱的食品之一。今天的烤包子，面皮儿擀得很薄，馅料用羊肉丁、洋葱等。把包好的包子贴在馕坑里，10几分钟就熟了。你会做吗？不会。他肯定没学过，他就是想。烤包子烘烤时，要往烧热的坑里撒些盐水，以防止包子脱落。才出炉的烤包子非常烫，金黄色的表皮透出味鲜油香，入口皮脆肉嫩，引动我们食欲大开。就着一壶茶，幸福地吃完了烤包子，我们前往老城。走过眼前这座横跨在库车河上的桥，就能看到龟兹古都的牌坊。再往前，就是经过了无尽的岁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库车老城。这就是库车老城的主干道热斯坦路。桥外面喧嚣的世界，在这里仿佛被完全隔绝了。这里宁静、安详，与世无争。顺着老城的主街道往里面走，典型的老城房子是土房，路两旁屋门上的图案雕琢得繁复而精美。人们喜欢在家门口种无花果、夹竹桃等各种绿植花木，像是在告诉我们，这就是令人引以为傲的龟兹文化。古城的人们善良质朴，在这宁静的世界里，古城里面活泼的孩子们看见我们背着相机，开心地在我们面前摆起来拍照的姿势。有一位小姑娘，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遇到她和同学在一起。后来我们逛小巷子的时候，恰巧在她家门口又遇到了她和妹妹。下面就请和我们一起
来欣赏库车古城小巷吧。巍峨峻峭的天山连绵起伏，源远流长的塔里木河水滚滚东流。在这高山和长河的孕育中，西域出现了龟兹古国。我们前往龟兹博物馆，了解龟兹多姿多彩的文化。龟兹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产生了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点的龟兹文化。佛教艺术、龟兹乐舞都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公元1世纪末，东汉政府在龟兹他前城设置西域都护府，这是鉴于汉代的克孜尔嘎哈烽燧，夜间举火称风，白天放烟称燧，又以狼粪盛烟，别称狼烟。这是古丝绸之路最完好的烽燧遗址。7世纪中叶，唐朝迁至龟兹的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曾经，安西大都护府号令万里疆域，跨越了葱岭东西、天山南北，西南远达大石，到了今天的阿拉伯一带。唐朝设置在龟兹的安西大都护府，辖区面积到底有多大呢？这是3人自由行这次从北京出发，前往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等，共1.8万公里的自驾线路地图。假如我们穿越回到唐朝，在唐朝疆域上自驾，那这一条路线就变成这样。看见地图上标注的库车，也就是龟兹镇了吗？你就知道安西都护府有多大了。走进龟兹春秋展厅，看到安西都护府，除了保卫丝绸之路的通畅，也建设了农业灌溉渠道、围堰，如今只留遗迹。这里是古钱币展厅，这儿展示着库车出土的唐代元字钱。这一枚枚静静躺在橱窗里面，在亡命祖爵孤悬塞外的龟兹铸造的独有的唐币，诉说着安西都护府铮铮铁骨、千古忠魂的故事。公元755年，唐朝爆发安史之乱，吐蕃趁机进攻河西走廊，切断了都护府与唐中央王朝的联系。公元790年，唐朝皇帝唐肃宗和大臣们得知安西还是树立着唐旗，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上下哭成一片。此时，与唐朝中央失去联系已长达30多年，白发苍苍的安西残兵，依然在与吐蕃军进行浴血奋战，最后全数壮烈殉难。离开博物馆，我们前去参观库车王府。近200年来，清朝中央政府通过库车回部世袭亲王，统治以莎车、库车为中心的整个南疆地区。库车回部世袭亲王成为清朝中央王朝赖以在南疆地区实施统治的重要力量。12代库车王在自己的统治过程中，先后参与了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之战，并对沙皇俄国在新疆南部企图搞侵略的行为给予了打击。库车老城还有一个必去景点，那就是库车大寺。
库车大寺初建于1559年，占地面积9040平方米，整个大寺可同时容纳3000人做礼拜，是新疆第2大清真寺，仅次于喀什的艾提嘎尔清真寺。库车是我们进入南疆之后遇见的充满民族风情和历史底蕴的第一站。在这儿，如果你没有更好的选择，库车饭店可以作为旅途中的港湾。这里标间住宿价格228元，包含早餐，服务中规中矩。对于难忘的库车之行，可以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感受：如果有来生，我愿意出生在2000多年前新疆那个多民族文化交汇的秋瓷。下一集我们将前往阿克苏，并在阿克苏保养车子后前往游览南疆重镇喀什。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